意外穿进哨兵向导世界。我因街头撸猫被关进大牢，穿黑制服的监狱长通知我说我乱摸精神体，算是黑户，得被判刑3年。正当我既发懵又恐惧之时，忽然窜出一只黑猫，它拿小脑袋蹭着我，灵活地蹦进我怀中。监狱长的脸色猛然变得铁青。你也能靠着参加劳动来减刑？那是什么样的劳动？他盯着狂蹭我的黑猫，板着脸道：给我专心撸猫。穿到一姐刚落地，就瞧见一只带伤的胖橘猫冲我可怜的叫。身为重度猫奴，我根本管不了其他，抱住它便要去找兽医。胖橘在我怀中无力的喵喵叫，接连的蹭我，我也一直摸着安慰它。不慌不慌，马上就带你去包扎，痛痛飞走。还没找着人打听，几名套制服的蒙面男猛地窜出，啥也没讲，直接给我扣上了银手铐。我傻眼了，白头的蒙面男拨了个号码，不一会，一名金发小伙骂骂咧咧走来了。没事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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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的。这是你的猫吗？他8成就是橘猫的主人，因为白发男叫他把猫抱走。橘猫十分不愿，缩在我怀中，爪子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，发出声音洪亮的悲惨叫声。我简直心疼坏了，又柔声细语地哄着他：不怕，不怕，我在呢。小伙盯着我柔和的面庞，脸颊慢慢变红。他看着十分恼怒，扭头冲白发男怒吼道：劝你别瞎多事儿！白发男毫不废话，直接将胖橘从我身上拽开，甩给了小伙，而我却被押进了大牢。罪状是骚扰精神体，甚至被查出是个毫无身份的黑户。我完全搞不懂他们到底在说啥，啥子精神体，啥子未注册的向导，啥子黑户，我只以为他们脑子有点大病。看守长穿着黑灰相间的制服，酷得让人胆寒，剑眉星目，表情冷酷，翠绿的双眼没有感情，让他看着我浑身发抖，心底狂飙冷汗。名字？于香哥。年纪？刚好23。精神体状态？我十分不解，精神体是啥？看守长嘴角一挑，冰冷说：冲愣可不是聪明的做法。没等我叫屈，不知从何处猛然窜出一只黑猫。我从没见过这般高贵又杀气十足的黑猫，它通体墨黑，但毛发有些干枯，翠绿的眼瞳像极品的绿宝石。黑猫瞅着不太友善，可我却是个疯狂的铲屎官。瞧见这黑猫，我把恐惧全抛了。咪咪咪，小图3，快来！黑猫一呆，脾气立马变好，踩着欢快的小碎步奔来，先拿小脑袋蹭蹭我，又灵活地蹦进我怀中，喵它传出软糯的讨好般的猫叫。我开心地摸猫摸猫摸猫，摸得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更没察觉看守长越来越发黑的表情。别碰它！我停不住手，有猫不玩比要我命还难受。我可怜地盯着它，想要讲道理，是他贴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双手还是一下不断地顺它的毛和直直竖立的尾巴，冲着主人的面盘，它的猫确实非常的带感。看守长牙都要咬断，才强忍住嗓里细碎的动静。小黑猫却不知收敛，传出惬意的呼噜呼噜声，高兴坏了。看守长酷脸彻底维持不了。我是来秉公办理的，不是来听你和猫在这里。你必须在暗狱坐牢3年，但能够参与干活进行减刑。我急忙问是什么活，他盯着拼命蹭我的黑猫，含着脸说：专心撸猫。自此我便开始边蹲大牢边撸猫。这大千世界真够奇葩，我在外头摸猫算我违规，在狱中摸猫竟然算是减刑的法定干活。这只小黑猫算是我在这儿的首个朋友，我顺口给它取名叫煤球。才过了一宿，它就被我撸得锃光瓦亮，好似一块黑绸布。虽说正在蹲大牢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异世界对待犯人挺讲究。独立的看押单间，大小简直比得上我穿越前的独居室。除了没法上网外，日常所需物件应有尽有，只要有小猫陪着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我马上察觉出煤球不太对劲，它不进食也不拉屎，我急坏了。我冲着盯着我的面具男大叫：长官，我要见典狱长！这面具男算老相识，白头蓝眼，就是给我上镣铐的那位。有啥事？我搂着小煤球，满脸焦急。监狱长的猫生病了，不吃东西也没有精神。面具男略微皱眉，神情古怪地回复我：能量体原本就是这样。咋又是能量体啊？我哪管精神体是啥玩意儿？凭我过往的常识看，猫就是得按时吃喝拉撒才算正常小猫。长官，算我求求您，让我见见典狱长吧。怎么说这也是他的猫。面具男答道：我叫白月，精神体就德行，他没事。典狱长在忙，
没空来见你。白月果断回绝了我的要求，我只好如同求医无门的可怜人，搂着煤球黯然伤神。煤球倒还是挺有活力，伸出他带倒刺的小舌头舔我的脸颊。白月盯着我俩的亲密举动，冷不丁开口：我还真没见过典狱长的精神体这么环持过，你当真是个向导？我摇了摇头，我不是。尽管我不懂你嘴里的向导到底是啥，但我绝对不是那个。白月满脸狐疑，若你不是，凭啥能安抚精神体？那个拥有橘猫精神体的哨兵一直申请见你，说想当面道个谢。白月压低嗓音，带着几分羞涩地问：我还从没见过向导呢，你能帮我也安抚下精神体吗？我稍微弄懂了，这地方似乎把人养的猫咪称作精神体。我跟猫咪逗乐，撸一撸小猫就称作安抚精神体。听完白月的恳求，我暗想，能有这等美事，免费送来的猫不撸白不撸。可我仍旧耍了些小聪明，借机提条件。行啊，但我要见典狱长，你得帮我。白月答应了，仅仅是一瞬间，我的跟前就冒出了一头蓝宝石双眼的雪白狮子猫。奇妙的时空，小猫都行踪不定。这头狮子猫毛色灰蒙蒙的，长毛带着点死结，像流浪后刚打完架一般，是只邋遢小猫。可因颜值超高，脏兮兮也显得十分可怜。我的魂又让狮子猫给迷住，起初是通舒坦的揉捏，将它揉得直叫唤，接着给它洗了个痛快澡，烘干理毛。当我替狮子猫理毛的那阵子，煤球非常不爽。待我开心的给白了2个号的狮子猫照镜子的时候，煤球没影了。我心急火燎的喊白月：煤球跑没了！白月随口的哦了一下，双眸惬意的合上，极其享受，跟我抱着的狮子猫简直一个样。我愈发焦急的喊：你快帮我找寻啊！白月此时睁开眼，典狱长刚才给我发讯息，煤球返回了，不必担忧。他的姿态相较从前简直是180度大变脸，言辞多温柔，姿态多友善。狮子猫也极为粘人，换得比煤球还要软，一阵阵的似扯开的糖稀醉到人骨里。漂亮狮子猫主动入怀，我也好似昏君一样丢了理智，光懂低头撸猫，所以未曾留意白月发红的耳根与克制的粗气。白月快要跟同事交班的节骨眼，我依依不舍地问他：你的猫能够留下陪我吗？白月扯东扯西的回话：多谢你替我安抚精神体，我会对你尽责。我呆呆地移了一下，咦，尽职？尽啥责任？我求他可否留下猫，他在扯些啥呀？罢了，同这帮奇葩讲不明。他照旧抱离了我用心拾掇的狮子猫，一如早前抱走我怀抱的橘猫一般。狮子猫向我探出小爪，不肯离去，白月却狠心把它端走，绝不能让旁人给撞见，典狱长会重罚。我有些难过，入狱总是这般无法做主。来接班的搭档有一头烈日一般的金发，双眼大又圆，青春且呆萌。他一碰面便取下暗黑的面罩，展露尖锐的俏虎牙。你就是传说里的那个野生向导？幸会幸会，我叫金耀，精神体为金渐层。你的精神体是什么？刚见面就推荐自己养的猫，这人也太主动了。但我的猫早在我穿越前就已离去，因此按他们的行话，我只能回复：我在这边没有精神体。金耀扬唇一笑：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他爽朗的开口：监狱里早传遍了，我不信你能安抚精神体。你是被咱们老大私藏起来的向导。哎，替我安抚一下吗？我今日状态特糟，好想去砍人。金耀乐呵呵地讲出极吓人的言辞：抓回去，扒皮抽筋，然后煮来吃了。我发觉自己似乎没有讲不的资格。况且话又说回来，还是那句俗话，免费送来的猫不撸白不撸。在我同意的这一刻，呆萌的金渐层扎进我怀中，我被这只圆滚的金渐层甜到炸，止不住的夸它：好乖乖，好乖乖，小猫咪，小猫咪。我揉揉揉，贴贴贴，吸它小腹，抓它下颚，拍它屁屁，呆萌呆萌，猫奴圆满。这是谁家的小猫咪呀？就在我跟金渐层嬉戏时，金耀一满脸享受，竟发出一阵与金渐层同步的低哼，实在少儿不宜。我住了手，捂紧猫耳，客气的请求：能否别在小猫面前发这种惹人遐想的声音？金耀乐道：对不住，可实在太爽了，我没忍住。我把呆萌金渐层按在怀里抱紧，暗自躲开这看人逗猫就发浪的死变态。当夜，黑猫隐匿在我的床铺，而黄澄澄的胖脸小猫完美的填补了我独卧孤榻的空虚。破晓时，怀里没猫，我感到很伤悲。凭什么我就不能拥有一只个人的猫呢？就在我暗自伤神之际，长官叫我去他的办公室。见面头一句话就是极具压迫感的质问：你的任务完成了吗？凭什么跑去安抚别的守卫的精神体？我吓得直摇手，仿佛一个村里来的实在人。这不赖我啊，人家求我就帮了。我谨慎地观察他神色，长官全身散发着冷意，吓得我直打冷战。我哆哆嗦嗦撇清干系：您曾讲过的，我能靠着摸猫减刑，长官们提的要求，我哪里有胆拒绝吗？长官咬着牙，气愤地说：你可真是能耐，一天安抚3只精神体，照单全收。身为向导，
怎能这么不矜持？我回嘴，我才不是向导，我也并不随便，我纯粹是抵挡不住小猫咪主动贴贴，我的双臂拥抱全部小猫咪。无知、轻浮、不检点。长官像被绿了一样，嘴里骂出来的话语变得更加难听。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你这个……我平白挨骂，十分憋屈，没忍住对回去。我又不是找男人，只是陪小猫玩，你无故凶我做什么？我穿梭到如今一直蹲牢，摸猫还要挨骂，凭啥还给爱猫人士泼脏水啊？我眼泪止不住流，太没王法，太欺负人，黑户也有人权，黑户也有尊严。煤球嗖的从长官背后钻出，蹦进我怀里，见我哭得伤心，急得直打转，对我满心担忧，瞄了又瞄，舔了又舔。长官的面部表情立马凝固，他唇部发抖，喉结微动，翠绿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怀中撒娇的煤球，监牢是寒冷的，长官的言语更是刺骨，唯独煤球是温热的。我搂着这只煤球，如同拥有了我的全世界。煤球在我怀里亮出软绵的小肚子，脚丫张开，显出粉红小肉垫，讨人喜欢，压根不像长官的精神体，这实打实就是我的猫，我迟早要将他的这只猫给拐跑。监狱长沉重地喘了口气，甩给我一本薄薄的手册。我凑上前去瞧，向导基本常识指南，翻到最前面，红字加粗的一句警告：没有备案偷偷安抚非情侣关系的精神体，最重能判处10年入狱监禁。我吓得抽了口冷气，哆嗦着接着往下看。我的脸色由害怕转为了蒙圈，接着由蒙圈化作彻底明白，最终尴尬的想找地缝钻。这个世界的人分为哨兵以及向导，哨兵和向导都拥有专属的精神体，精神体同步反映宿主的心情，相当宿主的分身。向导可以平息哨兵失控的精神体，防止哨兵暴走。说白了，哨兵容易精神崩溃，而向导则是治病的医生。我越看脸越苍白，回想我撸过的那几只猫，再一套用这精神体的小常识，我脸色发黄，最后窘得通红，怀中的猫瞬间就不可爱了，像扔烧红的铁块一样被我一把丢了出去。我憋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询问监狱长：我刚才摸小黑猫的时候，您是不是也喜欢它？黑猫遭我瞬间抛弃，难受坏了，刚想扑过来，就被监狱长捏住了脖梗。监狱长嘴角微微一撇，展现出一抹恨得牙痒痒的冷笑。对的，我完全感觉得到。我带着仅存的一丝期盼，问他什么感觉？监狱长眸子微眯，生气又难堪，耳朵尖红艳艳的，他转开了目光。行吧，闭口不言也算是种回应了。我彻底搞懂了。顿时，我的脑海里如同有一大群猫在狂奔，挨个都在警告我一件可怕的真相。我在不经意间把人家的灵魂分身狠狠地轻薄了一番，并且不仅一个，有3个。难怪我摸猫的那个时候，他们满脸像被非礼的模样。我掩着面，神情憔悴，虚弱地说道：我真的不知道，快10年对吧？我脑子快疯了！迟了。监狱长站了起来，绕开办公台，缓缓地朝着我走过来。黑猫也跟着起身，从容地随在他脚旁，一人一宠，动作整齐，气场极其骇人。我本能往后缩，后背撞上了发凉的墙面。监狱长在我跟前停住，垂下眼帘审视着我。他比我高出一截，我不得不抬起头来，才能观察他的样子。翠绿的双眼里闪烁着我猜不透的神色。你动了我的精神体。他语气低沉地讲：碰了388次，亲了245回，摸一回，加刑整1年。我脚下一虚，险些瘫在地上。就算不算0岁，我无论怎么活也活不过300年。就在这一刻，我脑子一转，用力解释道：那是你讲的，撸猫可以帮我抵罪，我全听你的要求做的。你凭什么给我加刑？监狱长稍微低头：没错，我确实提过，因为全宇宙只有你能安抚我，我这才私自照顾你。可你竟然背地里去安抚别的手，一旦走漏风声，我根本没法再帮你掩护了，只能按规矩办。黑猫窜上他的肩头，忧虑的眸子跟我对视。监狱长的嗓音变沉了：你眼下有2个出路，其一，接着坐牢直到咽气；我挑2。其2，当我的家属。走过程序的向导与哨兵私下亲近是不犯法的，而白月他们几个，我自然有办法让他们闭嘴。我的思绪瞬间停滞了5秒。等会儿，我收回！要命，差点就要领证了！典狱长的神色闪过一丝松动，那层冰冷的外壳裂开小口，显露出心底一种近似软弱的特质。他说，口吻依旧是冷飕飕的：这是给你减刑的机会。煤球的尾巴却偷偷地绕着我的手腕，眼巴巴看着我。你在白塔那里并未记录过向导档案，如同空降一般，做我的合法伴侣，我能够替你搞定身份麻烦。我脑子里乱成一团，最终只硬邦邦地道：你容我琢磨一下。我拿到了1整天的思考期。我转身回去之时，煤球亮闪闪的目光依旧紧盯着我。我刚受诱惑想伸手抱他，想到这是狱长的精神实体，触电般猛地收回了手。全赖这个糟糕的世道，
我怎么这般倒霉啊？我不愿那么早成婚，尽管这狱长非常帅，也是我心仪的类型，可我依然不愿结婚。我曾发过誓要跟小猫度过一生的，念起小猫，我再次忍不住落泪。小猫这般讨喜的生物，怎么变成了精神实体？正当我在做自由的已婚族与蹲一辈子间的单身猫奴之间徘徊之际，金耀来了。他笑盈盈地问：听闻你要跟玄纣结成爱侣？我纳闷地问：玄纣是谁？是典狱长呀，你居然连他的大名都不清楚，显然是他自己一厢情愿。你确定要跟他结成配偶吗？这般冰冷的一个家伙，精神体也特别丑，没我讨喜，还恐吓我替你的事儿保密呢。他舔舔尖牙，哼道：真不痛快！明明你也安抚了我的精神体，你是挺中意我的对吧？照理讲，你也该成为我的配偶才对。我惊愕地看着金耀，谨慎地抛出一个很正经的疑问：你们这儿实行一夫一妻制吗？没错，通常情况是这般。可如果哨兵向导的精神体极其匹配，能够申报多重伴侣模式，我估摸我们的匹配值绝对极高。经你安抚一回，我再也未头痛过，性情都柔和许多。金耀凝视着我，长声叹息：遗憾，我打不赢玄征。作为狱长的他，可是这黑狱的战力巅峰。我颓败地讲：那你提这些有何意义？金耀突然凑近，压低声线，眼中跳跃着危险的暗芒。我来就是为了带你逃狱。我突然仰起脸，吞吞吐吐地讲：这不妥，我是个好人，从没干过越狱。现在怂了，小的要做乖乖女了。你撸我精神体的那阵子，不是挺嚣张吗？语毕，他又唤出精神体，圆滚滚的金渐层直扑进我怀中，在我胳膊上采奶。看他多喜欢你，随我走，我天天都让他伴着你，行不行？金耀忽悠道：这只金渐层极其明白如何迷倒人类，脑子里我清楚他是精神体，但双手却是特别实在的狂撸一顿，被小猫咪蹭得心酥酥。我迫不及待地狂吸了一通猫，过够猫瘾才找回几分理智，随即就像翻脸不认人的海王一样，果断把金渐层推开，答道：我没法随你逃跑。金耀纳闷：为啥？莫非你乐意蹲一辈子监，或者你乐意跟玄州凑在一块儿？我摆手：逃跑后你跟我就得四处逃窜，我不愿拖累你。再说我也不笨，随你逃跑后绝对就得跟你凑成一对。反正都要闪婚，还不如挑典狱长啊。想着想着，我都要打动自己了。不如我就先同意典狱长搭伙过日子的提议，等重获自由，再找机会散伙。这办法能行得通？我可真的是个大聪明蛋，多谢你帮我做好了决定。你撤吧。哎，你在斟酌下。算了，我还是认为必须遵纪守法。金耀正想继续劝，一只狮子猫猛然现身，它喵喵喊着，踩着小猫步跳上了我的腿。白月到了，瞅见金耀憋屈的面容，白月显露的那双蓝眸子闪过一抹明白。请你让开，典狱长有事叫我转告。白月冰冷地赶走金耀，金耀冷冷一哼：精神体都凑上去了，别总以为我不清楚你想干些什么。究竟是典狱长有事对他讲，还是你打算跟他幽会？你自己肚里明白。白月漠然地盯着他，狮子猫一进阶层也杠上了，连忙睡尾，气氛紧张。我见不得小猫护娘，谁受了伤我都会难受，所以我赶紧和稀泥。涂三，你先走吧，我已经讲得够明白了。金耀黑着脸离去，白月低垂长睫。典狱长叫你烧了啥指令？面罩下的嗓音有些发闷。没有，典狱长没有话叫我烧，是我想来找你。我瞬间摆出难以言表的脸色。这家伙浓眉大眼，瞧上去挺本分，怎么还真让金耀讲对了？他恳切地讲：要是你不愿跟典狱长搭伙过日子，我能替你找沈斗帮忙，就是你曾治愈过的那只橘猫哨兵，他有办法把你捞出去。沈宙的亲叔叔在白塔权力很大，能给你开具一份鉴定证书，只要证实你在安抚精神体时失去了自我意识，属于精神失控的无奈之举，你就能免罪脱身，而且他还能替你办理出合法的身份，就当是你治愈他受伤精神体的报酬。我明白了，叫我装疯卖傻脱罪，感觉挺靠谱啊。心里的纠结再次于强迫嫁人和装成神经病之间来回的跳跃，到最后我还是打算装作一个啥也不懂的疯子。劳烦帮我找那橘猫哨兵吧。接着很疑惑地问白月：干嘛要协助我？白月垂下眼，狮子猫贴着我的脚脖，麻酥酥的。他小声说：你碰过我的精神体，我想对你负责，可你碰过许多精神体，打算对你负责的家伙不仅我一个，叫你出去，我仅仅需要你一句保证。什么保证？只要我能办得到，绝对同意。我拍着心口说。他抬起头来，柔声恳求：李玉浩，我会去寻你，
你能接着帮我疏导这精神体吗？我感觉很为难，以前不明白就算了，明知故犯可真不行啊。白月赶紧解释，受白塔管理的向导能够合规的疏导哨兵精神体，我会交报告。只要求你把我的疏导名额摆在第1位。我立刻放下心，原来不过如此，那还有啥说的？没问题。白月双眼溢满了笑。那咱们就黑狱外头见了。次日清晨，我向典狱长表明了我的态度，这2条路我都不走。我十分硬气地讲。玄真目光深邃地盯着我，问：谁允许你挑第3条路的？我的胆量在他的眼神杀下像瘪了气的气球，我缩着脖子装死，弱弱地说：其实我有精神类疾病，含精神体的时候属于丧失理智，纯粹是被小猫咪的颜值诱惑。不对，这是发病表现，所以这犯罪事实不成立，会有人来捞我的。玄真用力深吸了口气，我清楚瞥见他额角那边的青筋直抽抽。谁教你这番狡辩的？他反问，语调冰冷的刺骨。我紧闭双唇，目光躲闪，煤球跃上我的大腿，试图用小脑袋蹭我的手。我用力握紧双拳，在心底狂念：别动手，别动手，这属于非礼，这属于非礼。但煤球偏偏铁了心要碰瓷，看我不伸手，索性直接瘫坐在我腿上，肚皮朝上大喇喇地摊开，4只小爪微曲着，粉嫩的肉垫冲着我一张一合。我的忍耐力以极快的速度彻底瓦解。你赶紧把他弄走！我嗓音打着颤，满头是汗。我是真的要发病了。玄真那张脸阴沉的可怕，他死死盯了我半天，突然嗤笑了一下。行，那你就搁这儿等着捞你的人了。语毕，他径直转身离开，深黑制服的衣角卷起一股寒风。我这边气都还没喘匀，就听他又扔下一句：但是在你被人保释之前，绝对不准迈出这房门。房门摔上，我打量起周围，狱长的私人办公室布置格调跟他这人一样阴间，待长了保准要生病。没过一会，我瞅见煤球顺着门底缝隙钻了进来，这下面缝隙也太宽了，过后得找人提提，必须把门底给封严实点。这事儿不能含糊。煤球神气十足的踩着小步子向我靠近，嘴里还衔着个小物件，他把那玩意丢在我脚底，我垂眸一瞧，是根逗猫棒。煤球伸出爪子扒拉2下棒子，偏过小脑袋瞅我，翠绿的大眼睛闪烁着光，他是想找我玩。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。黑炭呀黑炭，你简直是诱惑我犯规！我满脸煎熬道。我用力吸口气，直起腰，转过身去，嘴里面几近心诀，内心如水，啥都不怕。猫耳再萌，关我啥事？肉绽再软，别乱我心。黑炭咬着玩具杆转到我正脸，依旧用那种渴望的小眼光盯我。我回转，他又跟上来，我再回转，他还绕，这样来回了7、8趟，我彻底破防了，直接夺走玩具杆，蹲在地上猛摇晃。好好好，跟你耍跟你耍，拿这种事惹猫奴哪个猫奴受得了这种诱惑？黑炭开心的蹦跶起来，窜上跳下，乌黑的小身躯快得如同一道光。耍乏了，我极其陶醉的趴在他软绵的肚子上猛亲，还没亲够，办公区的门猛然被打开，玄真靠着房门，挂着那种早知如此的笑。玉香哥，你这会儿是在犯病吗？我瞬间石化，缓过神，怯懦的垂下脸，懊恼的叫：没错，我犯病了，我发糊涂。玄真倒没继续为难我，反而放柔了声调跟我讲：你明明中意我，为啥不选我，却偏要去信任别人呢？我的确深爱他的精神体，但对他自己，我真的不熟啊。况且这也太神速，我上淘宝挑件衬衫都得纠结好几天。我怕讲实话得罪他，所以闭紧嘴巴，不肯出声。尴尬的场面没维持多长，来担保我的沈宙到了。沈宙手里正搂着那只我帮过的大橘，大橘一看见我就喵喵2声凑上前，在我胸前拼命乱蹭。沈宙的脸颊也变红了。于女士，他递过去一份材料，嗓音微微发紧：这是您的心理评估单，证明你安抚服精神体时正处在无自主行为能力阶段。玄真抢走材料，一字一词的读，神情愈发的黑。合理合法。沈宙的语调中透着一抹很难发现的骄傲。上级已经同意了担保请求。黑炭趴在玄真斜旁，翠绿的眸子紧紧盯住我手里的大橘，尾巴根焦躁的摇摆。玄真沉寂了许久，最后把材料狠狠砸向办公桌，从牙缝挤出半句话。我随同沈宙向外撤，经过玄真近前时，黑炭猛然蹦起身，在我小腿部悄悄挠了一掌。我不敢扭头，迈出监牢的大门，我贪婪呼吸新鲜空气，这就是自由。可惜自由并没维持太久，沈宙直接开车将我带到牌塔。准备下车时，沈宙想抱走橘猫，小猫在我怀里发出凄厉惨叫，我像慈母般搂着橘猫轻拍。没事，让他待着吧。沈宙脸又红了，不知在胡思乱想什么。刚说完，我便意识到橘猫是他的化身，我这样太不合适。但话已出口，且想到我现在是个疯子，完全能被原谅。这就是只普通小猫，
白塔的登记处远比我预想中要热闹。踏进大门就被眼前一幕震撼了，大厅人头攒动，每个人怀里抱着，肩上扛着，脚边带各色精神体，猫狗、狐狸、雕应有尽有，甚至有只雪白猫头鹰立在某人肩头，高傲地俯视着我这新人。我一边走一边好奇四处打量，眼神像极了恶极的野狼盯上羊群。那只布偶猫毫毫没有仙气，那只矮脚猫腿真短真可爱。天哪！那只橘白香香的小奶猫正冲我喵喵叫，我感觉心跳在加速，手指忍不住开始微微颤抖。前台的接待员是个笑眯眯的圆脸女孩，精神体是只滚圆的银渐层，趴在桌上像个毛软的糯米团。我盯着那只渐层，眼睛再也挪不动。女孩见我目光死锁在她的猫身上，办好登记后你能摸摸它，这算合法安抚。我光速填完资料，颤抖着伸出右手，银渐层主动凑近蹭我指尖，发出阵阵呼噜声。我瞬间忘乎所以，完全沉浸在神圣的撸猫仪式里，从下巴到耳尖，从耳根到脊背，手法之老练，力度之完美，让渐层舒服地翻开肚皮。等我清醒过来，沈宙和那女孩都用异样目光盯着我看，女孩双眼发亮。我的天，这手法简直绝了！从未有过如此放松，即便你是精神残缺的向导，但这治愈力太强了。谢谢。拿到合法身份后，只要哨兵申请，我点接受就能合法撸猫。我火速填好表格，在是否愿意接受哨兵安抚申请一栏果断写下是。女孩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于小姐真是很有魄力呢。我当时没明白，直到次日清晨，我的终端收到了100余条猫科哨兵的安抚请求。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申请清单，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吃饭时我悄悄打听沈宙到底啥情况。沈宙叹了叹气，你昨天去办手续时，白塔内部论坛里就已经有人发帖了。报黑域野生向导完成注册，手法绝伦，无猫不催。沈宙的神情透着些古怪。还有人录了你盘猫的画面，题目叫向导注册点金剑撸猫大神，银渐层瞬间沦陷。我觉得自己的脸颊在发烧。沈宙接着讲，你一进门就抱着图3的精神体，还有人瞎猜你和我的私人关系。咱俩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！沈宙低下了眼眸，耳朵尖又红了。我明白，可是旁人并不清楚。大橘从他背后悄悄探出头，冲我叫唤了一声。我本能的伸手想去摸，却又像触电般缩回手，绝对不行。如今我已经正式注册了，必须守规矩。沈宙并没有递交过正规申请，我绝不能乱碰他的精神体。沈宙察觉了我的迟疑，小声说：怎么了？我早已经递交追优了申请，号码001。正好排首位。我打开设备查阅一番，果不其然，沈宙的单子位列最顶端，状态写着待向导同意。紧随其后的是白月的单子，号码002，附加信息写道：你曾答应将我的需求放在最前，白月。接着往下滑，金耀的单子排在003，附加信息写道：我绝对比他们讨人喜欢，挑我。我接着往下滑动，滑着，手指头猛然间停住了。号码127，递交时间半夜3点37分，申请者玄征，附加信息没写。监狱长，他居然也报上名了。脑子里回想起煤球那对翠绿的双眼和贴着我卖萌的画面，那可是我穿越异星盘的头一只小猫啊。胖橘不算数，我仅仅搂了一小会儿，都还没顾得上盘他。用完餐与沈宙道别后，我走进了自己的专属向导室，莫名其妙的就点进了玄征的申请。毫无内容的备注栏让我十分在意，大家都会填点东西，偏偏他一片空白，到底图啥？我看着显示屏发呆，没发现窗外有个黑影猛然窜过去。待我回过神来，煤球早就趴在我的大腿上，翠绿的双眼目不转睛地注视我。你咋跑进来的？这里是10层。煤球从容地摇了摇长尾，小爪在我的腿上温柔按了按，叫出一声娇滴滴的喵。我本能的想伸手撸猫，手递到半空，却死死地刹住。不对，不可碰，我根本没批准他的申请。可转念仔细想，只要我通过玄征的请求，煤球变成我的正规安抚目标了。我的手臂又朝前凑了凑，不行，不能碰，他真拿自己当腕，我凭啥让他插队排前面批准？我的手臂又收了回去。煤球看我不碰他，直接站起身，拿脑门蹭我的掌心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每一下都狠狠地击中我的软肋处。你快停下，我嗓音都在颤，得按流程走。偏过脑袋瞅我，目光中流露出不解，好像在讲你从前可没这么狠心啊。随后他干了一件令我完全失手的事情，他摇起桌上的设备，拿爪子在屏幕上一阵乱按，机器亮起，刚好卡在了玄征的审核界面。煤球拿小脸蹭了蹭我的指尖，又蹭了蹭界面上同意按键的区域。你这是耍赖！我大声喊道。煤球没搭腔，依旧用那副期盼的小目光凝视我，长尾在我的手腕处缓缓打圈。我觉得自己的底线如初春的薄冰一般层层瓦解。就在我马上妥协的档口，门铃响了，我如蒙大赦般窜过去拉开门，门外立着白月，怀中搂着狮子猫。这回他总算除下伪装，露出一张稍显病态的清秀脸庞，他的语气听上去透着慌张。我来履行诺言。我还没弄清状况，狮子猫已经从白月怀中蹦出来，扎进我怀里，毛发旺盛的尾巴在我的脸颊拂来拂去。等等，我还未批准。我垂手瞅向自己拿着的机器，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清晰写着
请求单号002白月已通过。煤球从我背后蹦出来，神气十足的摇着长尾，猫咪小爪子一口气踩了好几下，替我同意了。白月垂手瞅着煤球，又瞅我，蓝眸子里的光沉了沉。典狱长的精神体也在这儿啊！听着满是醋意，门铃声再起，我推开房门，金耀正笑盈盈站在外边，金渐层趴在他肩上，胖乎乎的像一团金色毛球。早安啊！金耀探着脑袋看屋里的画面，我搂着狮子猫，白月待在一边。哎，真热闹。金渐层从他肩膀蹦下地，倒腾着短腿凑过来，跟狮子猫抢占我怀抱，两只猫一块打起惬意的呼噜声。黑猫也不肯服输，窜上我的双肩，用尾巴蹭我脖颈。我两只手各搂一只猫，脖颈处还绕着一只，全身都被毛团子簇拥着，开心的简直快晕倒了。要是没有这俩男人在这儿，就更完美了。我来劲了，投入了，把所有心思都抛到脑后，正经摸猫。看我不盘突他们，之前的时候我始终留了一手，可这回我得亮出我全部本领，让他们明白惹毛我的下场。猫咪叫声不断，没一只猫有劲儿能站住，统统倒下翻出肚子，软塌如泥。白月与金耀也立脚不稳，摇晃着跪跌在地。门外更是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，我拉开门瞧瞧，哎，这不是典狱长吗？咋会一条腿跪我接待室大门外？玄真掀起眼皮瞅我，绿眼蒙上一层水光，恨恨地说道：太离谱了，谁让你这么安抚精神体？我挺起胸膛说：从前太收敛了，眼下才是我的原样，我还能再盘10只。吃不消的话，就别再来烦我了。玄真急红了眼，做梦都别想！沈宙踩着我干活的时辰，特意捯饬一通。他搂着橘猫，捏着001的排对牌，客气现身。瞅见门外跪着撂狠话的玄真，又顺着半掩的门缝瞅见屋里同样跪地大喘的白月金耀，还有3只被榨干的猫。末了又听见我在战10只的嚣张狂言，他呆若木鸡。我百口难辩。白塔内部论坛当日又爆出新的八卦，骇人！刚来的向导竟在会客厅干出这种事，3哨兵同屋沉沦，局面一度失控。我的名气在白塔瞬间传开。当夜我点开向导系统，1000条申请狂涌而出，窗外的月色极明，洒在我空落落的怀中。